係咁，網友關於呢個美歐嘅問題啊，我已經今日講到第三條片啦，我要立即出呢個牽涉到琴日嘅股市嘅跌幅嘅呢個係啊，咁就係我係講過咧，我唔相信呢一個美歐走向全面分裂攞格陵蘭呢個係不可能嘅事嚟嘅，因為有好多嘅法律啦、外交關係啦、雙方人脈關係啦，係有好多基本嘅，唔係 Donald Trump 想可以咁做就咁做啊，差唔多係要同美國全國作對嘅，差唔多係咁。咁但係咧，我相信佢好快 Taco 啊，但係 Taco 咧並不表示個市會恢復原狀喎，個市真係受咗啲損害㗎嚇。好啦，嗱呢個新春嘅盤菜今年係改良咗乜嘢咧？就係個鮑魚啦，花膠變咗花膠筒啦，有螺片啦，有呢個上湯呢個豬肚啦，呢個就係咁就多咗好多名貴嘢嘅，有髮菜啦。咁就今年咧就用呢個大車送嘅，所以咧就唔好意思，就係咧只係送到樓下或同埋送到呢個屋村口嘅啫，包括公共屋村都係。咁就係你要早5日嚟訂貨啦，早5日安排送貨啦，尤其是年卅晚啊，呢一個年初一啊、初四開年啊、初七人日嗰幾日咧就好大需求嘅。我哋啲咧即日製造不含添加劑啦，新鮮嘅同街道嘅 quality 咧冇得比嘅，全家夾埋食咧就好開心，呢個就係。咁如果你去我哋啲門市度攞咧，你自己攞咧，我就唔使送啦，咁我就送翻個羊腩煲俾你，大家快啲買我啲盤菜，好快訂晒嘅呢個係。好啦，市場重估從短期波動，我哋見到個市場插咗落去，咁佢可唔可能反彈咧？我唔排除嘅，即係個局勢嚴重啲 ，Donald Trump 咧一日就可以 tackle 嘅。解釋資產定價嘅重新邏輯同風險日價嘅歸來，佢重新因為呢單嘢咧個資產有個重新重估嘅。嗱，我哋睇下琴日納斯達克跌咗2.39%，Standard Poor 跌咗2%，盤後跌多啲添嘅，呢個係全國江山一片紅啊！除咗呢個少少弱股起，呢一個 Bitcoin 嗱，呢啲風險資產同時下跌好多喎，琴日跌咗6000蚊喎 ，Bitcoin 又跌翻落去89000喎，呢個係 Bitcoin。黃金就起㗎啦，4859蚊啊，犀利咯！黃金呢個係4800幾蚊啊，逼近5000蚊啊，呢個係係我都話佢會起嘅，不過我唔會買嘛，呢個係。嗰個 Treasury Bill 咧個 yield 去到4.2厘幾咁即係 Treasury Bill 跌緊，啲人掟緊 Treasury Bill。日本嘅40年債息砰一聲上到4.215厘喎，呢個好高，呢個大鑊，呢個係。日元158差唔多，日元158差唔多。琴晚環球市場出現明顯急挫。表面睇上嚟咧，因為消息話加歐盟關稅咁樣，可能引起貿易戰嘅波動。實際上嘅資產被迫作出一輪較大幅度嘅重新評價。呢次大跌咧係對規則秩序可預測性被削弱後嘅理性反應。市場經歷一段強制性重估，呢個唔係單純嘅恐慌，係針對風險假設嘅數學方程式嘅修正。Donald Trump針對歐洲盟友嘅威脅咧，證明佢個政策係無邊界嘅，不可預測性。大家咧覺得咧，我都覺得知道 Donald Trump 會做乜，咁於是咧我哋將呢個風險指數擺落嚟。你而家發現佢做一樣嘢咧，為咗 Greenland 可以咁樣去對歐洲盟友咧，喺傾好咗關稅之後咧，你覺得你估唔到佢嘅不可預測性嘅強度大過大家當初嘅估計。好啦，如果歐美分裂全球化紅利嘅消退，美國企業巨頭依賴嘅全球秩序瓦解，咁因此佢哋唔值咁多錢，波動率咧咁高咧，就引發機械性嘅拆倉 deleverage， 同時挑動日本作為低息資金錨點嘅地位，呢個 carry trade 嘅拆倉。
今次調整唔係單一市場、單一消息，係好多風險假設同時被修正，而投資者一定要以更保守嘅框架審視風險資產。跌勢解構由政策衝擊引發嘅兩個階段修正，初就係因為加關稅，針對歐洲盟友嘅意外貿易戰，呢個唔係關稅本身，係預期邊界打破咗，你估唔到佢會又做咁嘅嘢，出乎你嘅意料之外。跟住咧就傳導落嚟啦，市場結構啦，驅動因素，跨資產連鎖反應，拆倉同槓桿收縮，減少呢個 exposure。整體跌勢分為兩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就因為直接反映嗰個關稅，第二階段係跨資產呢個跌帶動嗰個跌，帶動嗰個跌，開始浮現拆倉同槓桿收縮嘅風險。首先，美國市場對美國突然向歐洲盟友發動貿易戰感到意外，重點唔係關稅本身，係事件完全超出市場原有嘅預期範圍。市場最憎發生啲嘢咧，佢估唔到，佢冇心理準備嘅。投資者過去咧已經將 Donald Trump 嘅強硬風格納入風險考慮，但原先嘅假設咧，佢嘅政策依然係有啲可預測嘅邊界嘅，佢係大概做到咁嘅啫。你對中國可以加到100幾個%，你唔可以對歐洲咁不停加落去。今次事件顯示佢嘅不可預測性遠比市場估計嘅更加強。過去嘅假設承認 Donald Trump 風格強硬，但係假設政策有個可預測嘅界限嘅，市場好可以鎮定咁等你呢啲壞消息。當前嘅現實就係觸發點突然間咁樣針對歐洲盟友，政策高度跳躍性，冇邊界，市場冇辦法定價，一定呢個風險太大，於是佢就加以 discount。資產重新定價咧，唔係單一結果，係一種行為模式嚟嘅。當政策行為被確證實具有高度跳躍性，金融市場一定要重新計算風險溢價。資產定價基礎唔係單一結果，係行人模式。嗱，我解釋俾大家聽，估值邏輯嘅崩塌，點解高估值冇辦法喺不可預測嘅環境入存在？資產價值價 expected cash flow 呢個 risk premium 呢個分母一大就大鑊啦。嗰個風險究竟有幾大？如果衝擊視為未來嘅常態行為呢，歷史股價支撐就失效，受創最深嘅資產，高風險，長期估值偏高。一旦市場認為類似事件未來仲可能出現，就唔能夠用過去嘅假設去支撐高估值。因此高風險長久期估值偏高嘅投資標的，資金會轉趨保守。呢個係呢一段跌勢嘅本質。呢個係第二更深層嘅理由，市場考慮緊一個更加結構性嘅問題。如果全球秩序，即係講歐美秩序，真係沿住對抗壁壘化嘅方法轉變，美國係唔係會受益還是受害？長期以來，美國嘅大企業，特別係市值最高嘅一批公司，佢盈利高度依賴海外市場同埋全球供應鏈嘅。呢個模式嘅前提係要穩定嘅國際秩序同埋可預期嘅貿易環境。今次咧打破咗呢樣嘢。美國企業能唔能夠喺對抗嘅新常態中賺大錢呢？美國科技巨頭嘅高市值係靠海外市場。呢啲企業嘅商業模式建立喺美國親手拆除嘅穩定國際秩序之上。點解呢啲公司平穩咁賺錢？係因為有穩定嘅國際秩序。呢個國際秩序係美國建立嘅，而家美國拆除緊。若全球轉為壁壘同對抗，美國係咪變咗個受害者？美國企業起碼係個受害者。一旦進入以關稅為武器，盟友關係鬆動呢，你就有更高嘅成本、更複雜嘅合規要求、潛在嘅需求受損嘅風險。呢個就係好啦。嗱，新常態環境以關稅作為武器，盟友關係鬆動，變咗營運阻力，成本上升，合規複雜化，需求受損，長期盈利模式受損，個 PE 壓縮，投資者質疑跨國龍頭係咪配得上當前嘅高估值倍數呢？好。
好啦，呢個唔係業績波動啊，係長期盈利模式嘅折價，呢個就係呢一層疑慮對於股價嘅影響係實質而深遠嘅，要等段時間嘅。呢兩種因素疊加，市場反應就唔再局限於股票，擴張到其他資產類別，開始槓桿資金被迫調整倉位，第二段跌勢開始，呢個就係風險不確定性，呢個就係嗰個波動率會增加，因此你要收縮個槓桿，嗰啲資產分化，加密貨幣下跌，黃金上升，債市匯市波動，呢個就係好啦。仲有日本，值得警惕嘅日本資產同時轉弱，日元下跌，日債價格下跌，市場開始動搖日本作為全球低息呢個資金錨點嘅穩定性。嗰個全球資本錨點咧，就係啲人咧借啲日元，因為日元好低息，就換咗美金，因為美金高息，咁樣嚟到套利。日元下跌，日本國債價錢下跌，日本作為全球低息資金嘅來源嘅穩定性受到懷疑，依賴 carry trade 用日元嘅低息策略，就面臨匯率同利率嘅雙重打擊。哇！日本嘅利率上升，匯率下跌，就變咗有風險啦。咁於是咧，你就要拆倉，有一部分咧已經拆倉。喺呢種情景下，依賴低息融資進行投資咧，係冇咁大嘅匯率同利率風險嘅。拆倉風險不但只係利率可能，而係現實已經有啲發生緊。即使 Donald Trump 最終選擇退讓，呢啲憂慮唔會即時損失。市場重新評估並唔係單一政策結果，而係你咁做咁嘅政策，你嘅行為嘅不確定性係高過佢哋想象嘅，而政策風險已經由一次性嘅事件轉變為一個結構性嘅背景。於是呢個新風險嘅日價就要求咁多，呢個就係今次市場調整唔係單純嘅情緒反應，一致對規則秩序同可預測性被削弱後嘅理性反應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保守化並唔係選項嘅必然結果。我哋會見到股價又要有一段時期先至消化到呢一段心理而上翻嚟嘅。好啦，歲晚羊腩煲下168蚊，好多人買都大減價。呢個蝦子麵78蚊，呢個特級冬菇無腳嘅一斤88蚊，平通街㗎啦，大家幫襯下。係各位網友，大家睇見琳琅滿目呢個燒貓貓經營到第6年，阿蕭太用咗半年時間搜集過年最靚嘅禮盒，全台灣嘅精華係俾大家嘅。有啲嘢咧好得意嘅，即係譬如咧呢啲係大藝術家嘅咖啡。全部都係世界上咖啡豆比賽頭3名，而且有幅名畫喺度。呢幅名畫大家認唔認得？自由帶領人民，自由帶領人民。蒙羅麗莎。咁呢個烏魚子啦，又出翻一口烏魚子啦。仲有我發現呢個好食嘅喎，烏魚子餅乾喎，呢個係烏魚子夾心餅乾，好好食。Anyway。仲有7件櫻糖咧，大家睇見充滿各樣特色嘅，大家先上網睇睇先，我會逐樣介紹俾大家嘅。